在以前不是自由恋爱，所以他们的关系呢，可能是由父母决定的。我有时候会听到一个特别极端，也是我非常讨厌的。现在我们的网站已经正式上线了，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喜欢的故事。我们还提供了搜索功能，只要输入视频上面的编号，就可以找到对应的中文句子。你也可以下载 PDF 打印学习，还可以读一读文字的故事，练一练听力，做一做练习。我们的网址是 easymandarin.com。 最近跟朋友聊天，他在准备新房，你知道了对不对？他现在已经准备要结婚了吗？对啊，结婚就真的太麻烦。上次我们刚刚聊完了结婚那一天的流程，今天我们继续聊聊吧。我们聊一聊结婚的成本怎么样？我觉得说到结婚的成本，应该中国人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至少是由4部分组成的。最大的一部分开销就是买房，对，所以是买房、婚礼，还有买车，还有彩礼。其实这4部分加起来真的是，就是结一个婚，你真的要花掉好大一笔钱。但是说实话啊，真的是结婚的话很便宜啊。就是你去民政局，对不对？预约，然后排队拍照领证，那本证9块钱，不贵的，9块钱，结个婚很便宜啊。上一期视频说过，我们中国人主要是通过你有没有举行婚礼来判断你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对不对？然后能走到领证再办婚礼，能走到这2步的，肯定前面需要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最看重的一个东西，就是房子。对，房子。对，房子说实话真的是太重要了。在中国人的文化里，说实话，特别是我们汉族人，因为我们汉族人的历史一直是只待在一个地方的，房子就是家，而且这个房子就是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所以这个房子呢，就是让一个人可以稳定的生活在一个城市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中国人非常喜欢买房子，除了刚才查理说的是一种归属感、安全感，还有一种就是在中国我们会把房子看成是一种投资，保值升值。还有一些原因啊是比较复杂的，就是教育因素。很多家长是为了孩子会买一个房子的。说回那个我要结婚的朋友，他和他的先生呢是为了结婚买了这个房子，所以这个房子呢我们常常叫它新房，就是新的房子，或者叫婚房，结婚的房子。结婚的时候呢其实是这样的，一般呢有2种大的情况，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可能已经有房子可以住了，就不管是男生家里还是女生家里，他们有一套可以用来结婚的房子，那么他们就不会考虑到买房子这个问题，他们只要可能装修一下或者安排一下房子里的东西就可以直接住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没有房子，就是说结婚以前，男生跟他的爸爸妈妈住，女生也跟他的爸爸妈妈住，所以大家如果结婚的话是没有一个新的房子给这对新夫妻的。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考虑买房子了。那在上海这边买房子的话，我们的方法其实大概是这样的。这个男生的家里或者这个男生他们会出这个房子的首付，然后男生和女生他们一起还这个房子的贷款，男生和女生一起付所有的，就是一起付首付，然后一起还贷款。我们觉得在上海这边我们会觉得房子是2个人一起住的，所以不可能只有一方100%去付出，另外一方什么都不付出，这样对我们来说不是特别的公平。所以呢很多情况下都是2边都会有付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如果那些小夫妻啊他们已经有地方住了，那对他们来说就不用考虑买房子的问题了。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可能经济压力也小一点，生活质量可以高一点。对，好像北京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然后我之前查了一下，就是好像在北上广深，
就是这4个大城市吧，就是如果你想结婚，平均成本都至少要200多万，就是200万起。这个成本里面除了分摊了一部分房价，还有一部分就是新婚的夫妇他们一定会买一辆车。第3部分其实就是婚礼。我觉得婚礼的花费非常的大，我觉得可能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因为有一个词叫做婚礼经济，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只要这件事情是用来做婚礼的，那它的价格一定是非常的高的，对吧？比如说你去饭店吃饭，如果这顿饭是喜酒，那它的价格就可能翻个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婚礼的布置吧，这个花费其实也是很高的，就是婚礼呀，还有就是我们上一期节目说过的那个接亲的那个部分，其实这一部分的开销也都是很大的。所以最后一个呢，可能这个花费不是，可能全中国可能不一样吧。房子和婚礼在上海这边可能是最大的支出了。然后其实我还听到过一个词叫做彩礼。彩礼这个概念可能很多外国人没有听说过。彩礼呢，就是在以前不是自由恋爱，所以他们的关系呢可能是由父母决定的，而且以前的女孩会直接嫁到男孩的家里，就是会住在男孩家里，所以这个时候就感觉女方付出了一个女儿，所以男方也会付一些补偿给女方，这个钱其实就是现在说的彩礼。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外国朋友不太了解，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中国的年轻人也是非常不理解这件事情的，自己可以决定你到底嫁给谁，或者说你娶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彩礼这件事情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继续做，这可能是一个传统的恶习吧。我这次问了我的结婚的朋友，所有的朋友的反应都是彩礼我们不要彩礼的，我们没有彩礼的这是可能是地方不同，对对对，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这个是以前留下来的传统，就是一代接一代的，可能因为比如说我的父母他们有这个彩礼，所以到下一代就继续这个传统，可能就这么一代一代延续下来吧。然后还有的人就是可能比如说我家觉得彩礼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家有彩礼，那别人既然可以拿彩礼，为什么我不可以？所以就是各种原因在这儿吧，所以就是现在可能我觉得上海是比较开放吧，但是我觉得在中国可能很大一部分地区还是会有这个彩礼存在的。觉得就是我自己是很讨厌这样的古代的一些传统文化啊，但是反正在上海这边是没有很明确的说我要彩礼，没有人说，因为就是男方或者是小夫妻2个人，他们已经花了很多的钱要买房子啊，建立新的生活，已经付出了很多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再要一笔钱的话，其实不是特别的公平。其实很多拿了彩礼的女方的家庭会选择把这个彩礼呢给小夫妻，让他们来建设他们的家庭，毕竟生活成本很贵嘛，所以就是这笔钱反正也都是用在自己家里的孩子身上就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可能这笔钱会用来做什么呢？你结婚以后可能很快就会有生宝宝的打算，很多家庭可能就会把这笔钱呢当成宝宝基金，有可能以后宝宝什么去医院啊，或者是宝宝以后上学啊，什么都可以用这笔钱来供他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家庭可能他的彩礼不一定只是拿到自己家里而已，毕竟现在赚钱很难，花钱很容易啊。对，我觉得其实你说的还是比较好的情况，就我听到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彩礼钱就是真的被女方的父母拿走了，就是并没有给到女孩，也没有给到他们的这个小家庭。就是我分析了一下他们的想法，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他会觉得他损失了一个女儿，所以这是一个补偿的钱，所以他应该就是父母自己拿着，男方给钱给女孩，父母拿走，他会觉得我把女儿给你了，然后以后我们就没有关系了，就真的听起来很像是男方花钱买了一个老婆。我就很讨厌这样的说法，说实话，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现在在中国还是有这样的人，而且在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虽然这个比例可能只有1%或者0.5%，但是因为中国人多，所以这个比例下人数还是非常的多，所以你
可能听到的机会也挺多的。就比如说我有时候会听到一个特别极端，也是我非常讨厌的情况，就是这个家里的女孩子呢，她可能还有一个弟弟，然后可能这个彩礼就是姐姐结婚的彩礼钱会最后用来支持弟弟的生活。对我来说真的是不能理解，完全不能理解。对，有时候我会在一些平台上面看到这样的故事，偶尔会有这样的女孩子会在平台里面问问题，说啊我怎么办啊，我爸爸妈妈要我把钱给弟弟呀什么的。但是其实你们看下面的评论，基本上都是非常的反感和反对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反映出来中国的年轻人对这样的事情的一个态度，这是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对，我觉得其实你看他能在这种网站上发一个这样的新闻引起热议，其实就是说明它是一个偶发事件嘛，对吧？如果是很正常的事情，可能大家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说啊这样不好啊怎么样，对吧？对，其实我们真的是非常不喜欢这种不公平的做法嘛。其实随着中国就是现在越来越开放吧，我觉得像这种觉得儿子最重要的有这种想法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其实说到公平嘛，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个事情还挺公平的，就是我们有彩礼这个词我们也有一个词叫嫁妆，就是彩礼是男方付给女方的一些钱或者东西，嫁妆是什么呢？嫁妆就是女方结婚的时候带到男方家里去的一些东西。很有意思，古代的嫁妆有6件东西，是一套标准的袋装匣，然后拔步床、焖户橱、樟木箱、压箱底和子孙宝桶。说实话，我家里现在还有樟木箱，我们家有2个。妈妈结婚的时候，我外婆给妈妈的。就是这些东西嘛，对一般的人家来说其实是很贵的，因为以前大家都没有钱嘛，所以你能把这些东西带到新的家，就说明你对这个新的家很重视了。对，所以我觉得你不能说啊男方付出了彩礼啊，或者男方付出了这个那个，那女方也是有付出的，大家其实还是比较公平的。对，我觉得刚才你说上海没有彩礼，像比如说我在北京，就是我们彩礼是有的，但是我们嫁妆也是有的，比较公平吧，也都是象征性的。就比如说在北京，我们的男方会给彩礼就是10001块钱，意思呢就是万里挑一。然后呢，我们女孩呢，对，也会同样给嫁妆，就是9999，意思就是长长久久，就是借它9这个声音，就是其实相当于是男方你就花了2块钱嘛，对吧？这个钱我觉得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比如说现在一些开明的家长，我觉得他会认为说，他们成立一个新的小家，你们2个人都是这个家的主人，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要一起分担，一起度过这个困难。当然有快乐的时候也是要一起分享的。结婚之后2个人是相互陪伴，就是相互支持的这种关系。对的，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很对的。在上海，比如说男方他付了首付的钱，然后呢可能挺多的吧，对吧？然后女方这边会买什么呢？女方这边会买车和装修的钱，还有家电，所以其实也挺贵的，可能2边都付出的是差不多的。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首付看成是彩礼，表示了男方的诚意，然后车子啊和一些装修啊家电啊什么就看成是女方带过去的嫁妆。但是其实我们不会这样觉得，我们都会觉得组成一个家庭就是这一边